为了证明新手装备才是最强的，我直接败光家产收购了10万件新手套装。别人都笑我是个傻波一，殊不知我前世乃是天榜第一强者，却在终极神器的争夺战中被女友背刺而死。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，终极神器竟然跟我一起重生了。本以为我开局绑定终极神器，抬手间便可秒天秒地，结果神器竟然没有任何技能，就连属性也没有一点增长，只有一个唯一效果：无限融合。可以无限融合装备，不仅无视等级数量，并且融合后的新装备还继承被融合装备的一切属性。随着融合数量提升，还能解锁神器特性。看到这，我长吐了一口气，不愧是终极神器。按照此效果的描述，这装备简直无敌。每融合1柄新手长刀就加5攻击力，如果能融合10万柄新手长刀，攻击力岂不是直接加50万？要知道，游戏玩到后期最大的痛点就是要抛弃老装备，新装备还未必能有契合自己的属性。但现如今有了终极神器，根本不用担心这些。此时神图已经上线数日，不少玩家装备都升级为了绿色普通装，白版新手装备早就被淘汰了，哪怕只是几枚铜币都会有人抢着卖。我朝着交易集市走去，很快就来到市场管理员的面前。我需要一个摊位。管理员是一位瞎眼盲人，所有玩家都喜欢叫他盲僧。盲僧没抬头，而是冷淡地伸出手，9枚金币。新手村一共有7位 NPC， 他们都有着各自的隐藏剧情，这位盲僧就是其中之一。想到盲僧的背景设定，我微微一笑。大师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有2个人同时掉进了陷阱，死的人叫死人，那活的人叫什么？盲僧沉默片刻后说道：叫活人。我微微一笑，活的人叫救命啊！身后排队的玩家一阵尴尬。我说老兄，你讲的笑话也太冷了吧！你怕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给 NPC 讲冷笑话的，可惜他肯定听不懂。正当玩家吐槽之时，一阵爽朗的大笑声传来，好久才止住笑容的盲僧丢来一块木牌。我3年没笑过了，少年，我很看好你，你的摊位费我给你免了，去9527号摊位吧。此时后面排队的玩家都懵逼了，9枚金币在新手村是很大一笔财富，一般的绿色装备也才卖2-3枚金币而已。在这里摆摊的玩家哪个不是干了好久才买得起摊位？免费拿摊位的隐藏方法竟然是给 NPC 讲冷笑话。玩家们虽然嘴上嫌弃，身体却诚实得很，接连凑到盲僧面前自信地讲起冷笑话，结果却都被盲僧一棍子送去泉水重生了。我忍不住腹黑一笑，这位盲僧经历悲惨，常年抑郁，一直没有人挖掘出他的隐藏属性。前世还是我的好兄弟死胖子嘴贱，这才发现了盲僧的隐藏剧情。正当我寻找自己的摊位时，有人叫住了我。因为游戏形象都是扫描现实身体数据得来的，所以和现实长相基本一模一样，被熟人认出来也很正常。我转过头，目光深处瞬间泛起冰寒。柳如烟，这个在最终之战中背刺了自己的女人。柳如烟穿着一身绿色华贵法式套装，神情清冷。你是终于凑够钱，准备买装备送我当礼物了吗？我倒确实是缺一件蓝色的精良品质法杖，这算是我给你的一个任务。如果你能完成，我就考虑答应和你吃顿饭。我冷笑一声，现阶段能凑得齐绿色普通套装的玩家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。蓝色精良品质的主武器起码价值10枚金币。上一世我苦苦干了10天10夜，结果只换来了他的一句谢谢，甚至连允诺的一起吃饭都没兑现。想起这些，我忍不住臭骂道：给我滚远点，好狗不挡道。柳如烟顿时一愣，想不到我会如此对他。正当柳如烟惊疑不定之时，我却看到了自己重生以来最想要见的那道身影。我直接将柳如烟一把推开，坚定地向那道歉影快步走去。佑薇，我将手拍在女孩的肩膀上，沈佑薇转过身看到是我，立刻惊喜地瞪大了水汪汪的眼睛。百川，你也开始玩这个游戏了？我看着眼前的女孩心绪万千，回首上一世，我恍然醒悟，原来最爱我的人一直都是这位傻白甜女孩。沈佑薇看我选择的是战士职业，开口便要送我3件刚刷出的绿色装备，可她身上明明只有4件绿色装备，要不是她的主武器长弓对我没用，恐怕她也会送给我。但我以装备太丑为由拒绝了她，还邀请她待会一起去野外刷野怪。目前最重要的是去收购装备，很快我就找到了自己的摊位，写好了牌子，高价收购战士职业，新手白板装备，预售从速。招牌一打出来，瞬间就有很多人驻足围观，不少人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坑，众人都在观望。此时一位大叔上前询问道：你真的要买白板装备吗？诚信经营，童叟无欺，我可是良心商家。然而大叔叫价要5枚银币，估计是看我是个新手，打算宰我一笔。于是我立刻大喊道：有没有叫价更低的？见我是真的要买，旁边立马有人说道：给我3枚银币，我就换。闹了半天，我也摸清了这些人的底线。1枚银币收购一套战士白板装备，单件3枚铜币，要换的赶紧。众人立刻哄抢了起来，一件又一件装备疯狂砸向我，生怕自己捡不到便宜。幸好神图的背包容量很大，完全装得下。看着背包里密密麻麻的新手装备，我心里一喜，有了这些装备，我可以获得一波超级强化，甚至可以解锁终极神器的第一个特性。我立马找了个僻静的地方，将手上2柄新手长刀叠在一起，开始融合。半分钟后，我手中的2柄生锈长刀融合为一。我当即点开装备详情，生锈长刀白板，效果攻击加10，果然如我想的一般。1柄生锈长刀属性是攻击力加5，2柄融合之后变成了攻击力加10。我手中1柄又1柄新手长刀被融合，当第10柄融合完毕后，装备面板突发巨变，锋锐长刀白板，攻击加50，特性锋锐，附带10点破甲。这可是蓝色精良装备才有几率具备的特性，现在居然出现在白板武器上，就算我曾是天榜第一强者，也完全没听说过这种情况。要是融合了100把长刀，这属性不得逆天了。想到这，我有些许激动。当然，最令我期待的还是终极神器的第一个特性。只见我手上光芒不断，100把生锈长刀接连融合在一起，随着白色光
光芒一闪，百炼宝刀白板，攻击加500，特性锋利，附带100点破甲，有1%概率斩断精良品质兵器，10%概率斩断普通品质兵器，100%斩断白板品质兵器。我看着百炼宝刀的属性咽了咽口水，这属性简直逆天，竟然融合出来500点攻击加100破甲的白板武器。我血量才总共100点，被这刀擦破点皮就得凉。而且新增的百炼钢特性也极其变态，就连精良品质的武器都有几率斩断。要知道现在拥有精良品质武器的玩家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现在我已经融合了100件装备，终极神器的首个特性也应该出现了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终极神器的装备详情。终极神器唯一效果：无限融合装备，一阶特性，攻击即可永久增加1点护甲值。见状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终极神器果然恐怖如斯，解锁的第一个特性就强到离谱。要知道在神图世界前期，护甲值比血量还重要，要让敌人扣血，就要把他的护甲全打掉才行，并且想恢复血量是很麻烦的，无论是药剂还是恢复技能，这2种回血方式都很烧钱或者耽误时间，而护甲只需要脱离战斗状态即可快速恢复，所以在野外探险时，护甲甚至比血量有用。我情绪激动，继续融合，光芒不断闪烁之间，由100件粗布裤子和粗布上衣打造的超强装备现实。我激动地点开2件装备的详情：金丝甲白板，护甲加900，特性轻便，佩戴不影响灵活性；蚕丝受攻击时减少敌方10%攻速。金丝裤白板，护甲加900，特性轻便。见状我咧嘴一笑，装备一经融合就绑定了终极神器，同时也继承了其唯一属性，一旦装备立刻灵魂绑定，无法转让，无法丢弃，无法替换，不可摧毁，不会掉落，而且随着不断融合进化，这几件装备都会成长到无与伦比的层次，甚至每一件都超越神器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野外疯狂刷怪宝金币了，我便给沈佑威发消息叫他闪现，很快他就出现在了我面前，上来就分给我1大半回血药剂，生怕我受到一点伤害。我看着这个满眼都是自己的女孩，嘴角不自觉柔和起来。新手村1公里开外便是野怪区，各种怪物潜伏，隐藏着致命危险。沈佑威紧握长弓走在我前面，小脸上充满警惕。我看到他的等级已经4级了，这升级速度在玩家中不算慢，神图本身难度就很高，并且死亡一次就会掉1级。正在这时，一只蟒蛇从角落中迅猛窜出，张开血盆大头仰向我们的头颅。沈佑威猝不及防地高呼一声，遭遇的第一个怪物竟然是5级的精灵蟒，这运气也太悲了。百川，你快撤，这是5级怪物，咱们对付不了。沈佑威眼神坚定，就算死也要给我拖延时间。只见沈佑威大弓射箭，一气呵成，结果只给青鳞蟒造成16点伤害，而5级的青鳞蟒血量足足223点，一旦被近身只能等死。沈佑威眼露绝望，就在青鳞蟒即将咬到沈佑威的那一刻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股力量将他拉住，躲开了攻击。沈佑威发现自己被我护在怀中，小脸刷的一下红了，不过他立刻反应过来，你怎么没跑？话音未落，寒光一闪，只听耳边刀气长鸣。沈佑威疑惑地转过头，柔软的身体瞬间僵直，可怕的青鳞蛇竟被百川一刀斩首，横尸当场。随着经验球融入我体内，直接令我升到了2级。沈佑威愣在一旁，一时不敢相信，5级怪物在新手村堪称强大的代名词，现在居然被百川一刀秒杀。虽然他没看清百川的动作，但他也能猜到百川这一刀的伤害起码超过了200点。沈佑威满脸迷茫，小脑袋瓜想破了也没想通，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不会是开挂了吧？闻言我摸摸鼻子，想什么呢？分明是我技术好。接下来我们争取在3个小时内升到9级。沈佑威一脸惊讶，要知道9级是获得职业模板之前的等级极限，如今整个新手村达到9级的恐怕还没有1人。不过沈佑威想到百川刚刚的一刀，他又充满了信心。接下来便是猎杀时刻，凡是见到的怪物全部一刀秒杀。新手村野怪最高等级也就9级，就算9级的普通怪血量也不过400左右，根本顶不住我一刀。在我干掉20多个怪物后，终于爆出一件装备，结果却是一件白板装备。见状我瞬间兴趣全无，随意收在背包里。由于附近的怪级别不高，并且密度也低，刷起来效率太慢，足足用了20分钟才刷到4级。最关键的是我需要攻击才能叠甲，可这些怪物太弱，没一个能抗住我一刀。于是我带着沈佑威朝深处急速进发，越走越荒凉，很快就来到一处全是雾霾的坟地。坟墓中散发出悠悠黑气，吸引了许多亡灵怪物聚集在此。感应到活人的气息，这些骷髅和丧尸齐刷刷地看向我，阴森空洞的眼眸里充满骇人的杀机。沈佑威见状不禁咽了口水，这里少说也有上百只怪物，而且都是9级。要撤退吗？我眼神炽热地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亡灵生物，这可都是满满的经验值啊！只见我提刀迎面冲向亡灵群，亡灵群显然被我激怒了，吼着向我冲来。上百只亡灵生物的冲锋气势非凡。沈佑威脸色苍白，手上动作不停，不断射出箭矢，想要帮我减少压力。可惜只有5级的他，就算箭术不差，造成的伤害对于这些高级丧尸来说，简直连刮痧都谈不上。同时我身形闪动间，一刀将冲在最前面的补枪骷髅斩碎。这一刀的爆炸伤害把丧尸都吓呆了。亡灵生物的冲锋势头明显一致，但我出刀的速度丝毫不减，一刀一个，没一会儿就砍杀了10几头。就在我沉浸在杀戮的状态中时，却被远处的骷髅弓箭手的箭矢射中，一波就打掉了我接近200点的护甲。先干掉你们！我眼神冷锐，这些弓箭手是唯一能对我造成威胁的存在，自然要优先除掉。我大脑无比冷静，下一刻展现出完美极身法，身体微微移动就避开了大部分箭矢，同时借助身边的敌人造成视觉死角，令弓箭手失去目标。就这样，我一路杀到骷髅弓箭手面前，除了第一波箭矢之外，竟然再没有中过一箭。沈佑威看呆了，手上射箭的速度都变慢了。这刀法也太帅了吧！虽然他之前和百川组队打过其他的亡灵，但和今天展现出
出来的完全不是一个层次。我这套经历血与火磨练出来的刀法和身法，堪称杀戮的艺术，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完全是降维打击。就算是精英怪也根本挡不住我的步伐，2刀之内必死。我好似狼入羊群一般杀进了弓箭手险洞，一瞬之间，弓箭手便被砍成了一堆碎骨头架子。随着疯狂的杀戮，我很快就突破了5级。5级之后需要的经验大幅上涨，经验条进度肉眼可见的慢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苍白的手突然从坟中破土而出，刹那间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如水柱般落下。见状，我非但不怕，反而十分兴奋。我来此处为的就是这坟中的家伙。只见坍塌的大坟剧烈晃动，又一只手破土而出，随即一道3米高的黑影从坟地跳出，浑身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尸气。沈幼薇惊呼一声，这游戏里居然还有僵尸！他当即开启了探查技能：坟地白浆，统领，等级9，血量2999，护甲260，攻击力77，物抗25，法抗20。技能：尸毒、尸气腐蚀、亡灵召唤、撕咬发狂。沈幼薇脸色彻底苍白，咬紧牙关，全力输出，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。然后我看完坟地白浆数据后，却愣在原地，原来这么弱。当年坟地白浆刚出现的时候，堪称新手村的梦。统领是新手村除了 BOSS 外最强怪，还指望你能让我多叠几天呢？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摇了摇头，看来以我现在的爆炸输出，想叠甲只能去找新手村 BOSS。就在我沉思之际，白浆迅速朝我杀了过来，同时浑身黑气爆发，血量和攻速都上涨了20%。他十分谨慎，上来就开了狂暴和尸气腐蚀技能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任何技能，但却有着顶级的搏杀刀法，1秒钟斩出2刀。沈幼薇见状大惊，竟然是传说中的叠刀技法。叠刀技法可以取消后摇，能让使用者实现攻速瞬间翻倍的效果。这种技巧，即便是顶级网游大神都不一定能用得出来。2刀下去，白浆头顶顿时冒出2个血红色的伤害字体。白浆顿时慌了，他血量何等雄厚，就算是9级玩家也才400点血，而他狂暴状态下足足3500点血，算上护甲，血甲总量接近4000，却没想到一个照面就被打掉将近一半。白浆顿时更加狂暴，尖锐的指甲如刀般飞舞。可惜在我顶级的身法面前，白浆连碰都碰不到我一下，但我的每一刀都能给白浆造成将近600点伤害。很快白浆的血量见底，此时的他彻底慌了，立刻开始吟诵，准备发动技能亡灵召唤。然而还没等他施法成功，就已经被我乱刀砍死了。沈幼薇忍不住挥舞粉拳，百川你真的太帅了，这么可怕的白浆，竟然连召唤技能都没来得及释放就被你杀了。收起白浆爆出的装备，我转头开始收割剩余的亡灵怪。原本恐怖的坟场很快变得寂静。获得经验之后，我直接升到8级。才8级吗？看来还是杀得太少了。我不太满意的吐槽，由于开了经验55分的组队规则，沈幼薇也达到了8级。她激动地抱住我，掩饰不住的开心。同时一道系统音响起，恭喜您完成统领级怪物单人首杀成就，即将全服公告，是否隐藏 ID？ 我语气坚定道，不隐藏。恢宏的公告声响彻在每个人耳边。恭喜玩家炎帝达成首次单杀统领级怪物成就，奖励技能书乘1，精良武器乘2，自由属性点乘10，回血药剂乘50，望玩家再接再厉，在神图世界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。公告声刚落下，新手村就炸开了锅，讨论声不绝于耳。森林中，一支由50多名玩家组成的讨伐队正在向坟地气势汹汹的进发。讨伐队首领皱眉冷哼一声：“炎帝走了狗屎运的家伙罢了。”而他身边的柳如烟心中却难以平静。那家伙的 ID 似乎也叫炎帝，不对，他明明早上才1级，根本不可能是他。大概是我记错了吧。正在这时，首领身旁的老者大喝道：“这次任务的目的是给邵会长还有柳姑娘刷装备，只要拿到装备就立刻撤退，听到没有？”知道了，李管家。讨伐队玩家们有说有笑，并不紧张。领头的青年正是夏国9大游戏公会中白狼公会的少会长毒公子。讨伐队的成员也都是白狼分会的高手，他们最弱都有7级，并且对自身的技术很自信，完全不把亡灵聚集地放在眼中。然而当众人抵达坟地后，看到其中的景象时，全都愣在了原地。原本应该被亡灵生物塞满的坟地，如今空空荡荡，只有2名玩家站在那里。炎帝看到我头顶的 ID， 青年眼神一眯，还真是巧。百川、柳如烟不敢置信，炎帝居然真的是他。可他明明早上还只是1级。他很快压下了吃惊情绪，心中开始盘算，无论百川是怎么做到的，他都要重新思考百川的利用价值了。或许我真该考虑赏脸跟他吃顿饭，给他一点希望吊住他。毒公子扫了一眼百川，你是哪个公会的？没想到被你们抢先了。他不认为百川能靠自己剿灭怪物聚集地，下意识认为他背后有大型公会的支持。至于为什么这里只剩百川2人，大概率是一起来的公会队员都被怪物杀死了。柳如烟开口道：“他是我的同学，不是什么公会的人。”毒公子有些惊讶：“如烟，你认识他？”柳如烟点点头，径直走上前：“百川，没想到你还挺能干的，恭喜你了。”我扫了一眼毒公子和柳如烟，心中冷意凛冽。前世的星空战场，万族争霸，个体再强也无法逆转星空，特别是最终神战，需要一支彼此信任的5人小队才能攻略。柳如烟是我女友，自然被我当作核心队友培养，而毒公子作为柳如烟的男闺蜜，天赋又很高，我为了最终神战考量，同样将其当左膀右臂栽培。但柳如烟被刺我时，毒公子竟也出手阻止其他队友来救自己，这对狗男女显然是同伙。柳如烟养着天鹅般高贵的白皙脖颈，自信无比。只要你将刚才得到的成就奖励送给我当礼物，并且加入白狼公会，今晚上我就和你出去吃晚餐，允许你请客，怎么样？闻言我是真的被气笑了，前世自己怎么被这种女人迷住了？分明是她有求于自己，还摆出一副好像她在施舍自己的臭脸。毒公子虚情假意地说着：“如烟难得赏脸同意跟别的男人吃饭，你可得珍惜啊。”
对了，你加入白狼公会的话，本公子也不会亏待你。这样吧，1个月2000块，对你一个大学生来说，这可算是高薪了。考虑考虑。他看了柳如烟给他的私聊，知晓了百川的底细，知道他只是个无权无势的穷学生后，毒公子忍不住冷笑出声。要不是他爹看准了神土的潜力，命令他多招揽高手，他甚至懒得跟百川说话。先把装备交给我吧。柳如烟看百川满脸笑容，还以为他同意了，理所当然伸出手，然而回应他的却是凛冽的刀光。柳如烟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见柳如烟头顶冒出一个330的伤害，其头颅便高高抛飞，痛快！我重生以来积压在胸口的怒火终于散去了一丝，念头通达了不少，而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傻了。好半晌，没有人说出一个字来。你怎么敢的？毒公子又惊又怒。一个穷学生竟敢杀他心上人，百亿集团千金，他哪来的胆量？我冷笑一声，看向毒公子，想杀就杀罢了。如果你想死的话，我不介意连你一起送走。你好大的口气！毒公子怒火冲霄，从来都是他欺负别人，什么时候被人欺负过？旁边的李管家一身冷汗。公子冷静，他刚才可是一刀就杀了柳小姐。那又如何？我们几十个高手，还怕他一个不成？毒公子咬牙切齿。李管家劝道：他现在才8级，就一刀打出至少330点伤害。要是老板知道咱们和这样的顶级高手闹掰，一定会不高兴的。他清楚330点只是柳如烟的血量上限，绝不是这位炎帝的伤害上限。老子先杀他一次，再甩给他500万签约费，我就不信他不来跪舔我。杀了他！毒公子大喝。毒公子身后，白狼公会的高手都冷笑着走上前。网游中人数就是真理，50人的讨伐队，在其他网游里都有资格挑战 BOSS， 难道还打不过一个玩家？我冷笑一声，将沈佑威护在身后，你不要参与战斗，很快就会结束。沈佑威乖巧点头。我持刀缓步走向白狼公会，两位白狼公会玩家一左一右展开联手攻击，我只是一侧身，手中百炼宝刀横斩，寒光闪过，2到200多的伤害数值自两人头顶飘出，两人还没反应过来就相继倒在地上，染血的尸体很快破碎消散。我如闲庭信步一般，10步杀10人，一道又一道身影倒在我脚下，眨眼间白狼公会就被斩杀了30多人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毒公子下意识倒退2步，连连摆手。咱们算是不打不相识，白狼公会正在招募你这样的高手，我做主给你30万年薪，当我的小弟吧。脑子不好使就去治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出现一次我杀你一次。我懒得废话，走到毒公子面前，一刀将其横劈成了2半。你杀了我们少会长！白狼公会高手们汗流浃背，说话都哆嗦了。眼前这个男人简直是个不讲理的杀神啊！我协逆白狼公会一众高手，自己滚还是我送你们回泉水？这些人哪里敢还嘴，都吓得落荒而逃。白狼公会大楼，毒公子气得暴跳如雷，柳如烟坐在他对面，胸腔也在剧烈起伏。他居然被一个完全没放在眼里的舔狗给击杀了。毒公子气得重重拍在桌子上，你这同学简直太嚣张了！而且你不说他是个缺钱的穷学生吗？我赏脸给他30万年薪，他却骂我脑子有病。我也奇怪，明明是个性格软弱的穷舔狗才对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？柳如烟也想不通，直摇头。不过很快他便不在意了。他这种性格注定只能单打独斗，不加入公会走不远的。毒公子恶狠狠说道：也是，有整个公会支持，我要超越他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过几天等级上去了，我一定要杀他几次解气。柳如烟凝重道：先不管他了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 BOSS 首杀。神土这个游戏内幕惊人，一旦我们抢到首杀，意义将不可估量。毒公子也点点头，不错，一步快步步快，只要我们抢到 BOSS 首杀，或许能让白狼公会坐稳9大公会前3的位置。他们作为权贵阶级，自然提前知道了一些内情。神土这个游戏牵扯重大，毒公子查看了一下消息后激动道：哈哈，说什么来什么，新手村 BOSS 副本即将开启的公告已经发布，9大公会都开始行动了。我家老头子这次下血本了，他组建了一支1000人讨伐队，是要拿下 BOSS 首杀。毒公子傲然，这就是公会的强大。一个单打独斗的穷学生，他拿什么比？新手村交易集市，沈佑威看着自己9级的经验条惊叹道：这次收获真丰厚啊！百川你真强，这还没到3小时，咱俩就都9级了。我微微一笑，以后让你吃惊的事还多着呢。击杀白江是新手村 BOSS 副本开启的隐藏条件，原本 BOSS 副本开启至少还要在10天后。我的归来明显改变了本来的时间线。根据蝴蝶效应，这或许会影响未来很多事情的走向，也不知我这只蝴蝶能扇出一场多大的风暴。我摇头一笑，不再多想。如今最重要的还是 BOSS 首杀。新手村的 BOSS 首杀是我布局里绝不能错失的一环，我必须拿到。BOSS 副本的准确开启时间是凌晨0点，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强化自己，否则很可能抢首杀失败。因为我的对手从来不是某个人，而是9大公会。一旦 BOSS 副本开启，9大公会各自的1000人级别讨伐队就会立刻开刷，也就是说我一人要抵得过千军万马。我对沈佑威笑道：凌晨0点 BOSS 副本才会开启，你有时间就先去铁匠铺转转，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。我神秘一笑，铁匠铺是新手村7位特殊 NPC 之一，如果沈佑威能触发他的隐藏任务，
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待沈右威走后，我扫了一眼自己的战利品，首先是自由属性点。自由属性点可以随意增强某种属性，很难获得，只有特殊任务或者完成隐藏成就才会出现，对其他玩家可谓是珍贵异常。不过我倒是无所谓，有终极神器在，只要融合能加相应属性的装备，就完全可以代替自由属性点了。我将自由属性全加在当前最需要的攻速上，攻速这种高级属性果然难升，才涨了0.1。我摇了摇头，跟千人讨伐队抢手杀，需要更快更强的暴力输出。回血药剂对我来说没什么用，但可以给右威用。接着我又拿起一本一星技能书，技能书的获取难度在前期很高，正常来说只有击杀统领级怪物、拜师 NPC、特殊成就3种方法能得到，所以就算是最低的一星技能书，也要比精良武器卖的还贵。叠浪3刀，1秒内挥出3刀，每一刀伤害增加20%，施展过后30秒内攻速加成10%，法力消耗时，冷却时间1分钟。我立马将它学习了，我目光很毒辣，自然看得出这技能的潜力。高爆发还带攻速加成，对战士来说等于神技。接着我将目光看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收获，怪物爆出的装备，每一类装备终极神器都可以融合成一件，以后打出的弓箭装备都用来给右威打造专属神弓吧。这一次我要提早为最终神战布局，首要做的就是培养出4个值得信任的队友。前世培养毒公子和柳如烟也是无奈之举，他们背靠大公会大财团，资源极多，星空战场开启时，他们实力也是最强的一批，而那时万族争霸，人族岌岌可危，培养新人根本来不及。现在一切都不同了，我可以从零打造一支真正彼此信任的、绝对无敌的核心小队。我看向剩下的这些装备，露出期待的笑意。绿色装备能提供的属性加成大概是白板装备的2倍，直接融合的话太亏了，卖了换成白板装备对我实力的提升更大。过段时间玩家都进阶后，需要的金币也会变多，那时就不会有人浪费时间去卖白板装备了。我看向手中的2件精良装备，从精良品质开始，武器会出现特性或者属性加成，这2件一件可以额外提供10点破甲，一件可以加0.1的攻速。10点破甲对我没什么用，但攻速属性对我很重要，攻速装直接融。另一件破甲装卖了换白板装备。来到集市之后，我熟练的来到9527摊位开始售卖装备。由于 BOSS 副本即将开启，交易集市也火爆无比，我刚摆出装备就被抢购一空，还真是疯狂。随后我又摆出那块收购白板装备的牌子，有了之前的信誉，这次没有人再质疑，刚挂牌就引来了一群玩家。交易集市里玩家昵称都是隐藏的，并没人认出我就是炎帝。很快，我手中还没捂热的100枚金币就花光了。看着背包里那密密麻麻的白板装备，我咧嘴一笑，这下子是彻底发达了。你就是炎帝吧？头看到一位干练的短发男子，能在隐藏昵称的交易集市认出自己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我也懒得装傻，点头道：不错，你有事吗？新手村的铁匠正在接定制装备的单子，如果你付他100金币，完全可以换几件定制装备，但你却选择来收购白板装备，这实在令人困惑。干练短发男子微微一笑，而作为全球首位解锁隐藏成就的玩家，炎帝先生显然不是一个蠢人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皱眉扫了一眼男子的装束，当看到他衣服上的红星标志后，心中一动，大概猜出了对方的身份。我来自刚成立的东方公会，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他。虽然是新建的公会，但我们的实力背景绝对比9大公会都强。干练男子表情严肃，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，除了100万签约费外，每年还能拿50万年薪，还有另外的福利保障。我摆了摆手，暂时没兴趣。东方公会的背景确实大得吓人，因为我知道东方公会的背景就是夏国官方本身。在我的布局中，东方公会是重要的一环，但因为一些原因，在拥有绝对实力前，我不想与其过多接触。没关系，炎帝先生可以先加我一个好友。等你看到东方公会的实力有意加入的话，随时联系我。男子并不失望，东方公会的高层也想再观察一下炎帝的潜力。可以，我与对方加了好友，看了眼寸头男的昵称冷风。告别后，我走出集市，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开始融合装备。计算之后，我陷入了沉默。如今距离 BOSS 副本开启只剩8个小时，而我20秒才能融合一件白板装备，半分钟一件普通装备，精良装备则需要1分钟。就算8小时全用来融合白板装备，也只能融合1400多件，哪怕1秒钟都不歇息也融合不完。我自嘲一笑，先提升护甲还是攻击力，各自提升多少？真是奢侈的烦恼啊！我一边融合一边进行思考。新手村 BOSS 首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，而且完成的越漂亮，得到的奖励就会越高。我打算带着沈右威一起去刷，但并不打算让沈右威参与输出。只要输出全是我打的，那就会算我单杀。单杀 BOSS 成就奖励会翻倍。另外副本有4个难度：普通、困难、噩梦、地狱，每升一个难度，奖励也会相应增加。我必须拿到地狱难度的单人首杀成就。我目光凝重，只有这样才能爆出新手村隐藏剧情之外的最强装备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项成就也是完美通关隐藏剧情的前提。既然要争时间，输出就必须堆满。至于护甲，只能尽量靠走位来补齐这块短板了。我打定主意先全部融合攻击力，光芒自我手中不断闪烁，百炼宝刀的数值也在不断飙升。终于又融合了900把刀类武器后，百炼宝刀的武器光泽变得更加炽烈。又进化了吗？我眼神一亮，连连点开装备详情。千仞白，攻击加5210，攻速加0.1，特性削铁如泥，附带300点破甲，吹毛利断，1%概率斩断稀有品质武器，10%概率斩断精良品质武器，100%概率斩断普通品质以下武器。千仞可以分解成碎刃，碎刃可随使用者意志
质飞舞，也可以随时化灵为者，每秒消耗1点法力。好一个魔刀千刃，我激动无比。这柄武器别说9级，就算是上一世50级的自己见了都得笑开花。只是这个白字让我皱了皱眉，我从没听说有武器的品阶后缀是白，不过毕竟是终极神器融合来的骑兵，有些特殊也是正常的。还有新出现的千刃特性也极强，我越看越喜欢。战士最大的困境就是只能近战，只有晋级第3阶精英职业者后才有机会解锁远程伤害技能，但有了千刃特性，我的刀完全可以化为上千飞刃，随自己心意而动。近战兵刃瞬间变远程武器，有此刀在手，纵然你有千人讨伐队又如何？我心情大好，转而看向终极神器页面，融合效果第2阶要求的1000件装备已达成，终极神器的第2个特性应该已经解锁了，会是什么呢？我期待无比的点开终极神器的装备详情页。终极神器唯一效果无限融合装备，1阶特性攻击即可永久增加1点护甲值，2阶特性被攻击即可永久增加1点反伤，又是一个可成长特性吗？我有些惊讶，被攻击就增加反伤，如果叠的反伤够高，那么以后别人打在我身上多少伤害就会被反弹多少伤害，如果配合高吸血或者快速护甲恢复的技能，也几乎等于无敌了。不愧是终极神器，一个特性发展到后期都能无敌，而我却同时拥有这么多无敌特性，这一次我还怎么输？我心情大好，抓紧时间继续融合装备。如今攻击力虽已超越当前等级的极限不知多少，但血量和护甲并不算很高，去打地狱副本的话很可能会失败。优先融合带有物抗法抗属性的防御装备，我思路清晰，物抗法抗比血量护甲这种消耗型属性珍贵的多，重要性完全不亚于攻速移速，因为物抗法抗是固定属性，比如自己物抗足够高的话，就等于免疫物理攻击了。我手上不停疯狂融合着装备，8个小时一晃眼就过去了。在魔刀千刃进化之后，我又融合了500件装备进入金丝甲。我看着融合之后的装备属性：金丝甲白板，护甲加5550，物防加2，法防加1，特性轻便。蚕丝果然没有进化，我并不意外。从主武器的进化要求来看，想要进化上身甲，也需要累计融合1000件装备才行。时间不多了，该前往 BOSS 副本入口了，来刷 BOSS 了。我给沈佑威发送组队邀请，很快，沈佑威蹦蹦跳跳的来到我面前，小脸挂着开心的笑容。这么开心，我讶异的挑了挑眉。百川你真厉害，我只是和那位铁匠 NPC 聊了会儿天，他就给了我一件超级厉害的装备。沈佑威扬了扬手中的帅气弓箭，我扫了眼弓箭的属性：连云弓，精良，攻击加25，攻速加0.3，并破甲，对护甲额外造成20点伤害。好家伙，我啧啧称奇，这连云弓的属性即便在精良武器中也是顶级中的顶级了。看来我的猜想是正确的，我对自己的布局越加自信。两人来到 BOSS 副本前已经23.59分了，还有1分钟 BOSS 副本就要开启。此刻 BOSS 副本入口处人满为患，放眼望去密密麻麻全是玩家，若非新手村有容量上限，作为神土第一个 BOSS 副本，今晚起码会有几亿玩家来围观。巨大的倒计时显示在天空，时间1秒1秒逼近，现场气氛越加躁动。9大公会的千人讨伐队相继入场，气势冲霄。明村只是诸多新手村中平平无奇的一个，而9大公会却能在几个小时内就集结一支千人讨伐队，其号召力和底蕴可见一斑。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在每个新手村都安排了上千名成员。看来这些大公会对这次 BOSS 首杀志在必得，毕竟是第一个 BOSS 首杀，意义重大，拿到他的公会必然会影响力大增。玩家们议论纷纷，要是今晚有什么绝世黑马从9大公会手里抢了这个首杀就好玩了，根本不可能。其他的公会和9大公会实力差距太大，最多也就组织了100人讨伐队而已，根本不是一个层次，声势上就输了。热闹的广场渐渐安静下来，因为倒计时已经开始，新手村 BOSS 副本准时准点开启，玩家们陷入了狂欢的状态，所有人都在同一刻选择进入，有个大公会的讨伐队，也有自由玩家小队联合凑成的刷副本大队。玩家一批批的消失在广场中，我看着面前的副本难度选择页面，果断选择了地狱难度。下一刻，我便和沈佑威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地底墓葬空间。百川哥，只有咱们2个人吗？他可是看到其他的副本讨伐队伍至少都有上百人啊。放心，有你我2人足矣，一会儿杀 BOSS 的时候你不要出手，在一旁看着就行。沈佑威如今对百川完全信任，毫无迟疑的点头。我看着刚进副本就朝自己扑来的一群丧尸怪物，嘴角露出一丝锐利的笑容。接下来就是杀戮时刻，我扫了一眼面前怪物的数值：地宫丧尸，精英，等级9，血量4500，护甲400，攻击力60，物抗15，法抗15。我并不惊讶，地狱副本中最弱的都是精英怪，并且综合强度会得到5倍增幅。可以说这里一只精英怪至少可以打现阶段10个9级玩家。不要慌张，保持距离输出即可。我给了沈佑威一个安心的笑容，女孩点了点头，开始拉弓射击。我快步上前一刀劈去，为首那气势强大的丧尸脑袋被这一刀直接斩飞，随着其脑袋上冒出大大的4900，全场都安静下来，丧尸都吓得不叫了。地狱副本的精英怪竟然一刀就被秒杀了，沈佑威看呆了。上500川的攻击力虽然恐怖，但还是他勉强可以理解的程度。但这一刀5000伤害，就算他再傻，也清楚这不是凭技术可以做到的。死！刀光凛冽，我一刀一个将这些丧尸全部斩杀。丧尸的移速和攻速都比较低，10几头丧尸围攻，连我一脚都碰不到一下。很快，10几头4000多血的丧尸全部惨死倒地，数量庞大的经验珠飞出，融入我和沈佑威体内。继续，我看着面前的青铜大门，一拳轰上去，巍峨的青铜大门震动，随后缓缓洞开，麻麻的怪物身影在其后显现，浓郁的死气化成黑雾涌出，恐怖的宛若地狱画卷。同一刻，白狼公会讨伐队副本，上千名白狼公会成员分工明确，肉盾顶在前面阻止怪物冲线，法师和弓箭手优先围攻威胁最大的白将，战士冲杀进怪物群，受伤便退回防线由牧师疗伤，一切井然有序。从丧尸群和白将冲出到现在，还不到3分钟就已经被灭了大半，而白狼公会只损失了几十人而已。毒公子和柳如烟战
在白狼公会队伍中心，完全没出什么力，却分到了大部分杀怪物的经验值。毒公子摇着扇子淡然一笑，这副本确实有点难度，但在我白狼公会的千人讨伐队面前，却还是不够看。确实，如果能保持这个进度的话，首杀80%是我们的了。柳如烟也点了点头，只是心中一道身影若隐若现，令他有种不妙的感觉。此时另一边，我正在与最后一只白姜厮杀。地宫白姜，统领，等级9，血量29999，护甲2600，攻击力150，物抗30，法抗25，3万血，几乎能比得上普通副本的 BOSS。地狱副本的精英怪是综合属性5倍增幅，而统领怪则是10倍增幅。我眼神也有些凝重。刚入门就有重兵把守，这地宫里面必然不简单。最后一刀落下，将白姜树劈成2半。进地宫，我知道没时间迟疑了，自己在和千人讨伐队抢首杀，而且打的还是地狱副本。沈佑威懵懂点头，百川的勇猛实在令他始料未及。进入地宫之后，我带着沈佑威在其中探寻。地宫的布局是按照鲁王墓设计的，路上机关暗器无数，还有新的怪物识别出没。识别的属性虽然不高，但数量却极多，一个不小心就会死在识别潮里。到如雨，一路不知砍杀了多少怪物。来到鲁王宫深处的时候，我原本7000出头的护甲已经跌到了9000多。这副本刷完之后，怕不是能让我护甲直接破万，我心中期待无比。我身形挪移，刀光闪烁，躲避暗器的同时，还能将射向沈佑威的暗箭斩落。帅气的走位看得女孩眼中充满崇拜，一刀斩杀最后10只识别。我带着女孩来到了地宫最深处，此处很空旷，仿佛一座山被掏空内部而成，地下暗河在这里汇聚成湖水。湖心岛上，一座棺椁被锁链禁锢，静静地躺在那里，而这座棺椁周围8道身影默默伫立，惨白的身体散发出悠悠的绿光。8位带甲白姜守护，我心中一明，这8位带甲白姜比寻常白姜还要难对付。传说中是鲁王手下的8大将领，血量和护甲几乎等同。地宫白姜甲将，统领，等级9，血量29999，护甲26000，攻击力180，物抗35，法抗30。正在这时，水面中冒出一个个惨白人头，黑色的眼珠满是贪婪。地宫水鬼，精英，等级9，血量5400，护甲2400，攻击力70，物抗20，法抗18。沈佑威捏紧了手中的弓箭，光是守护 BOSS 的怪物就这么恐怖，那 BOSS 多可怕！你暂时不要进入战斗拉仇恨，接下来我一人即可。说罢，我便持刀沿着通向湖心岛的路冲去。湖中凶恶的水鬼同时从水中跃出，向着我密密麻麻地扑来。死！我刀光闪烁，走位玄妙，总能找到面对敌人数量最少的站位。但即便如此，在如此多敌人的围攻下，移速有限的我依然免不了受伤。护甲开始不断的削减。3刀，我不再迟疑，叠浪3刀配合叠刀手法，瞬间斩杀了面前的2只水鬼。利用叠浪3刀施展后的攻速加成，我前进的速度一下子提高了不少。我手中的魔刀千刃化为上千道碎刃，不断变化形态，甚至还能化成护盾抵挡攻击。就这样，我一路冲击，顶着近乎源源不断的水鬼，终于冲到了湖心岛上。本来9000多的护甲已经掉到了不到7000。来到湖心岛之后，只能在水中生存的水鬼便无法骚扰到我。我目光锐利地看着8大甲将，战意沸腾。8大甲将高声怒吼，显然都被激怒。中心棺椁上的锁链也疯狂颤抖，随后一根接一根的断裂，可怕的死气从其中冲出。同一时间，白狼公会副本内，毒公子脸色很难看。通往湖心岛的路只有一条，宽度只能供3人并肩行走。白狼公会的战斗阵型根本没办法摆开，只能靠人数不断的堆。短短50米的道路，竟让白狼讨伐队损失近半。上岛之后，白狼公会讨伐队立刻化成圆形的防御阵型，只剩350人了。这副本怎么会这么可怕？毒公子有些慌了，本来还说抢手杀呢，现在到底能不能干掉 BOSS 都不好说了。史无前例的千人讨伐队 ，BOSS 面都没见到就损失了2/3。少会长，这8个家伙攻击高的可怕，但即便是肉盾也顶不住我们4、5下攻击，防线估计很快就要被破了。毒公子紧咬牙关，撑住，只要干掉他们几个就可以杀 BOSS 了。柳如烟摇摇头，沉声道 ：“BOSS 已经复苏了。”距离他们上岛还没30秒，中心棺椁的锁链就全部断裂。一尊身高3米的可怕身影从棺椁中缓缓爬出，他脑袋上贴着符纸，身穿古代贵族王宫服饰，死气化为实质缠绕在他身上，手中高举一方大印，大印一挥，湖心岛地面震动，上百头丧尸破土而出，跟随8大甲将一同冲击防线。高达3米的可怕身影踏步走到防线前，眼中湿气化为绿色火焰，手中大印向下猛地一砸，只是瞬间，他面前的10几名肉盾玩家便全都被砸成肉酱。另一边，大印砸落，我一个滚身避开，但震荡波还是将我的护甲震掉了200多点。不愧是劝退无数人的新手村 BOSS， 我目光凝重，看着面前高大僵尸的属性，鲁王宫之主 BOSS， 地狱，血量303066，护甲56000，攻击力275，物抗45，法抗45。地狱副本对 BOSS 的综合增幅也是10倍。我一边躲避鲁王的追杀，一边与8大甲将激战，只有先杀掉8甲将，我才能专心对付这可怕的地狱 BOSS。我运用叠刀技法，秒伤达到惊人的16000，所以虽然8大甲将非常可怕，但在我恐怖的输出下，很快就一个个倒下。不过我也并非没有付出代价，因为一直避而不战，我挨了鲁王好多次技能，护甲已经掉到了4000多，我如今血量才400，一旦护甲掉光，鲁王一个技能就能给我带走。我看着最后一名带甲白将倒下，心中松了口气。高达3米的鲁王僵尸见8甲将全部死亡，怒吼一声，中心岛上上百只丧尸从地底爬出，死是召唤技能，我并不慌，这些丧尸加在一起威胁还不如8甲将高，我随手一刀就可以将之击杀。
杀，有着叠甲特性，这些丧尸不过是我的冲甲堡而已。随手清理了周围的丧尸之后，我便和僵尸鲁王厮杀在一起。我一个走位躲过鲁王的大硬砸击，反手一刀狠狠地斩在七腿弯处，趁着鲁王腿弯受伤跪地，我转身一刀狠狠斩在他脖子上。这一刀击中要害，触发了暴击，破万的伤害让僵尸鲁王痛到嘶吼。他双眸化作绿色火焰，大嘴一吐，绿色的毒箭冲出。我魔刀千仞化盾将毒箭挡住，只受了30点冲击伤害。鲁王双眸中的绿色火焰喷出，正中我的身躯。这火焰如复古之躯，根本没办法躲避。我焚身附带火焰毒双重伤害，每秒烧掉我70点护甲。死！我趁着鲁王技能后摇的时间，猛然冲上去，杀性迸发，叠浪3刀落在他身上，配合叠刀技法，顿时打掉了鲁王僵尸21000多点伤害。鲁王僵尸挥舞大印与我站在了一起，我一个后撤位移加翻滚躲过了生死印震荡技能，起身后魔刀千仞化整为零，穿越5米距离一刀斩在鲁王脖颈，又打出了1万点暴击。生死搏杀之间，鲁王的血量很快就被打到仅剩10万血，而我也只剩2000多护甲。同一刻，白狼公会副本，快，拼死也要干掉他！要是快死了就喝自爆药水，炸死他丫的！毒公子疯狂了，眼睛血红，讨伐队只剩下不到100人，如今 BOSS 还有1万血，而他身边的白狼公会成员还在不断倒下，攻击效率越来越弱。他很清楚，这次讨伐必定以失败告终了。果不其然，10秒后，白狼公会讨伐队队长为了保护毒公子，被鲁王生死印砸碎了头颅。毒公子大吼：“我不甘心，怎么会这样？”柳如烟也不愿意相信，千人讨伐队居然讨伐失败了，两人脸色苍白，最终都不甘的被死亡践踏踩成肉酱。重生归来的毒公子跑到广场上破口大骂：“这天杀的策划，这变态 BOSS 谁打得过？”这时他才发现，已经有3个大公会讨伐队宣告失败，白狼公会是第4个被淘汰的顶级公会。广场上怨念滔天，我就不信这 BOSS 有谁能刷得了，谁要能成功，我跟他姓。毒公子气得眼睛发红。此刻，东方公会副本，冷风身边由上千名训练有素的特种兵组成的讨伐队冷静围杀着 BOSS。冷风平静道 ：“BOSS 血量已经降到1万以下了，首杀应该稳了。”一旁的副官汇报道：“再有半分钟，我们应该就可以拿到首杀了。”冷风点头：“官方出手拿到第1是理所当然。”他压根没想过有人能从他们手里抢走首杀，9大公会也差得远呢。另一边，我奋力搏杀，战意冲霄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最大的对手不是9大公会，而是东方公会，其背后可是夏国官方。快，要更快！我不断挥刀与鲁王搏杀。当鲁王只剩3万血之时，癫狂的他直接捏碎了手中大印，可怕的震慑之力宣泄而出，仿佛能号令生死。一次性控制技，人王震慑，我的身体瞬间被巨大的生死力镇压，一步也动不了。糟了！沈幼薇看得心惊肉跳，指甲紧紧抠住手心，汗水直流。我丝毫不迟疑，直接捏碎早就准备在手中的解控药水。人王震慑可以控制我9秒，如果不及时解控，别说抢首杀，以我仅剩的2000护甲，9秒都够鲁王僵尸将我震杀了。解控药水可以免疫1次10秒内的控制，我的身体顿时恢复了自由。鲁王一愣，显然惊讶于被他控住的家伙怎么瞬间就能动了。叠浪3刀，我的蓝量在用出叠浪3刀后瞬间见顶，叠刀1秒4刀，21000多伤害，给我死吧！我怒吼一声，叠刀挥出，广场上议论声沸腾，几乎都在喷游戏难度离谱。白狼公会等顶级公会被淘汰后，骂声更大了。已经有5个顶级公会被淘汰了，照这么发展下去，今晚怕是一个通关的人都没有。毒公子脸色冷峻道：“呵呵，通关？我白狼公会都打不通的副本，这世上绝没人能打通。”柳如烟也微微点头。今晚的首杀决定了日后顶级公会的排名。柳氏财团作为白狼公会的幕后老板，他自然不希望看到其他公会讨伐成功。就在这时，广场天幕震动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，恢宏的声音响彻每一处。恭喜玩家炎帝完成地狱副本 BOSS 单人首杀成就，特此奖励 BOSS 首杀，精良装备乘5，稀有装备乘1，自由属性点10，技能书乘1，回血药剂乘100，白银进阶模板乘1，地狱 BOSS 首杀追加奖励，精良装备乘15，稀有装备乘3，史诗装备乘1，自由属性点乘50，技能书乘3，解控药剂乘5，经验药剂乘5，回蓝回血防御攻击敏捷药剂各100，白银进阶模板乘3，单杀追加奖励，精良装备乘15，稀有装备乘3，史诗装备乘1，自由属性点乘50，技能书乘4，解控药剂乘5，经验药剂乘10，回蓝回血防御攻击敏捷药剂各100，白银进阶模板乘3。恢宏的声音落幕后，广场陷入极致的沉默，每个讨伐过副本的玩家都蒙圈了。毒公子青筋暴起，这根本不可能，1000人去讨伐普通难度的副本都折戟，他凭什么一个人单杀地狱难度 BOSS？ 确实匪夷所思。柳如烟看着那大大的炎帝2字出神，感觉很梦幻，太离谱了，一个人单刷 BOSS， 普通难度的 BOSS 都几万血，地狱副本的多可怕！就在玩家们抓耳挠腮之时，我和沈幼薇却被卷入了一段隐藏剧情中。百川哥，那棺材动了！沈幼薇脸色一白，我眼神激动，终于来了！湖心岛棺材中鲜血汩汩涌出，将整座地下湖都染红，一道血影从棺材里升起，他身上缠绕无数冤魂，可怖的气息令人窒息。仔细一看，正是已经死去的鲁王。终于解脱了。鲁王释然一笑，眼神沧桑。是你杀了我的僵尸身，让我灵魂得以从血海中挣脱。作为酬谢，这封生死印便托付给你了。
他一张手，一方大印从血棺之中漂浮而出，大印散发着生死二气，最终落在了我的手中。我眼中闪过不可思议之色，竟然是生死印，号称鲁王最传奇的宝物。宝物和装备不同，每一件宝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。这方生死印品阶极高，即便放眼整个前中期乃至后期，其强大也不言而喻。生死印为宝物，属性阴，阵营至高地府，效果可将亡灵转化为阴兵，并召唤阴兵为自己战斗。完全觉醒状态下可以召唤10万阴兵。当下状态觉醒初次，看来只有满足单人地狱首杀这3个条件才能拿到它。这触发难度真够离谱的，前世压根无人能在新手村就完美通关，所以生死印第一次出现，距今还有1年多呢。看来我的归来确实引起了巨大变化。我将生死印收好，生死印是意外之喜，但并不是我等待的。我解脱之后，他一定会在3日内出现，逃出新手村吧，否则你必死。鲁王声音低沉，这是一枚定向传送符，等你实力足够之时，捏碎它即可归来，那时或许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。记住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我微微一笑，我就是为杀他而来，不会走。正欲消散的鲁王瞳孔一缩，血影重新凝实。你居然知道他是谁？看来你不是普通的降临者。鲁王眼神深邃，想要看穿百川，我并没有否认。正常来说，新手村第1阶段的剧情到此就结束了。鲁王这些话，就是逼迫玩家在通关副本后3日内离开新手村，等到进阶后达到30级职业者极限，再凭借传送符回来，就会在这里遇到新手村的隐藏 BOSS 千年血尸。无论你身上藏着什么秘密，都在与我无关。鲁王一拂长袖，应行的路我已经行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守住了，从此以后，自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存。再见了，世界。他带着洒脱的笑容，血影渐渐消散。我皱着眉，无论是赠予生死印还是鲁王告别，都是我前世没有听过的隐藏剧情，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。这2段隐藏剧情会不会和传说中的神赐模板有关？我不禁陷入沉思。达到9级之后，想要再进一步达到10级，就需要获得进阶模板成为职业者。进阶模板分为青铜、白银、黄金3个品级，越高级的模板，升阶后得到的提升和成长潜力就越高。黄金阶之上还存在着传说中的神赐模板，神赐模板关乎重大，只有每次进阶都用神赐模板才可以成为真神。我目光深邃，这是我在星空战场获得的绝密消息。当今世界只有我一人知晓，新手村确实有一个神赐模板，但具体该怎么获得我并不清楚。之前我推断其和新手村7位特殊 NPC 有关，但如今看来，或许是和这2段隐藏剧情有关。我不断思索，神赐模板是我在新手村最大的图谋，这是我布局的第一子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收敛了心思。这一战很凶险，我差点就身死，隐藏 BOSS 还不是我现在能挑战的，得回去强化一波才行。击杀隐藏 BOSS 的机会只有1次，传送符用了就会被消耗掉。所幸这次首杀奖励非常丰厚，我清点了一下背包，加上刷副本小怪爆出来的装备，我一共得到普通装备180件，精良装备55件，稀有装备9件，史诗装备2件。我看着那2件紫色史诗装备咧嘴一笑。史诗装备的爆率极低，击杀10次 BOSS， 有1次爆史诗就算运气好了，1次就出史诗，应该是地狱副本的加成。这把史诗剑可以作为右威的武器主体，其他的装备居然还可以组成疾风套装，我很是惊喜。疾风套装是射手前期的神套，攻速直接加2。这些奖励的装备里居然凑出了2套新手神套，一套疾风射手套装，一套白甲肉盾套装。这套装送你。我将疾风套装丢给沈佑威。百川，刚才都是你在带我飞，这套装我不能要。拿着，未来你可是要帮我大忙的。沈佑威有些狐疑，他与百川的实力差距太大了，他实在不觉得自己能帮上什么忙。不过既然百川都这么说了，他便坚定的选择相信。他不想百川对他失望，我也没多解释，继续看自己的战利品，110点自由属性点，全部加在攻速上。如今这么高的攻击数值，加攻速收益显然是最高的。这波加点过后，攻速达到了2点。8个技能书嘛，我都看了一遍，留下了其中的4个，然后将1个技能书丢给了沈佑威，剩下的准备卖掉。技能书在新手时期很珍贵，估计能卖个好价钱。我拿出一本叫做岩刀的技能进行学习。片刻后，我点开技能详情，岩刀1星，挥出一道攻击范围5米的火焰刀气，附带攻击值1/10的火焰伤害，造成有效伤害后可以对目标造成10秒灼伤，每秒10点，法力消耗9，冷却时间30秒。我嘴角一挑，攻击距离是战士前期的痛点，不过魔刀千刃特性结合岩刀技能，几乎补足了这一点。接下来便是药剂了。我看着背包里海量的药剂，除了回蓝药剂、解控药剂和经验药剂外，都塞给了沈佑威。一瓶普通的回血药剂只能回100点血量，这对我接下来要面临的战斗来说完全没用。我已经9级满级，只拆神赐模板了，接下来要尽快搞到神赐模板进阶为职业者。我打定主意后，带着沈佑威离开了BOSS副本。刚来到广场，便有无数目光扫来。恭喜你了，百川，拿到了神土第1个 BOSS 首杀。柳如烟款款走来，脸上带笑，和上午初见时的冷漠简直判若两人。如今除了你，只有东方公会拿了2杀。
第3杀都迟迟没有出现。我点了点头，并不惊讶。新手村 BOSS 原本应该在10天后才出现，现在大多数玩家连一身普通套装都凑不出来，想攻略 BOSS， 起码要全身精良装备才有机会。毒公子也扇着摇扇走来，你倒是淡定，说吧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只要你肯把秘密告诉我，我愿意出100万将其买断。首杀公告一出来，他就去调查了百川，父母都失踪，家里只剩下他和他的残废弟弟，一个靠打网游赚钱来养家的穷大学生，怕是梦里都没见过100万长什么样子吧？玩家们纷纷看了过来，眼神炽热。我笑了笑，你真想知道的话，那我就告诉你。说着，我戏谑地看着毒公子，秘密就是我足够强。你敢耍老子？毒公子拳头攥得嘎嘎响。还有，我警告过你，见你一次便杀你一次。我一刀斩出，可怕的火焰刀气横扫而出，毒公子瞪大眼睛，瞬间被刀气斩成2半，尸体都被火焰焚烧干净。强势的手段吓傻了所有人，在没有不识趣的玩家敢上前多嘴。柳如烟想出言教训百川，但看到他冷冽的神情，竟一个字也说不出口。他眼神复杂无比，看着百川的背影，直到他带着沈幼薇离开广场。这炎帝真是个狠人啊！白狼公会的少会长说杀就杀，丝毫不留面子。无论如何，今天他算是出大名了，各家公会估计都坐不住了。刚走出广场，因为过于饥饿，触发了头盔的强制退出功能，我便被强制下线。1天没吃饭了，再不强制退出，一会儿怕是要被饿昏过去。我跑到冰箱前，连吃了3个巧克力牛角包，又给自己煮了2包泡面，舒服多了。看来得弄一个营养舱才行。用营养舱打游戏的话，就不必频繁下线吃饭了。我打开聊天软件，跟焦急的沈幼薇解释了一下自己突然下线的原因。正在这时，收到一条消息：老大，今晚首杀 BOSS 的炎帝是不是你？是胖子发来的消息。胖子名叫段德，是我的发小，从小就一起打网游，对我的 ID 很熟悉，认出我不奇怪。是我并没隐瞒的打算，胖子也是我准备培养的核心队友之一。作为发小，我非常了解段德的为人。虽然这小胖子很喜欢讲烂俗的冷笑话，但很讲义气。之前弟弟摔断腿做手术急需用钱，父母却失踪，还是胖子拿了30万救急。我靠，老大，你真是老母牛坐飞机，牛逼上天了啊！我听说9大公会的1000人讨伐队全嗝屁了。我打趣道：我牛逼你是第1天知道吗？那倒是，我今天刚注册账号，老大你一定要带我飞啊！放心，跟哥混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我声音严肃下来，你上线之后去交易集市，集市管理者是个盲僧，他喜欢听冷笑话，把他的好感度刷到2星就可以拜师了。拜师一个新手村的 NPC， 胖子有些懵。信我的。我回复很简洁，神土和大多数游戏都不同，新手村的水非常深，其隐藏剧情很多，玩家每升一阶再回到新手村都能解锁新剧情。盲僧等7位特殊 NPC 虽然只是新手村的守护者，但个个都是大佬。好嘞，老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段德咧嘴一笑，居然有人愿意听他的冷笑话，这种好事就算没奖励他也愿意干。又聊了一会儿，我就关机睡觉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来到客厅，弟弟百风已经起床，还做了一桌子早餐。不是说了早餐我来做？我看着轮椅上的病弱少年，叹了口气，自己这个弟弟太要强，就算坐轮椅，但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让别人来做。百风咧嘴一笑，哥，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，不能什么家务都不做吧？我无奈地问道，今天有课吗？百风虽然残疾，但一直没放弃学业，以他现在的成绩，考个清北轻轻松松。周日没课，但我打算做几套数学卷子放松一下。我一挥手，既然没课，那就不要学习了，跟我一起打游戏去。百风的数理化都是满分，可以说是天生的法师。上一世游戏降临现实后，从没有打过游戏的他，仅仅3天就领悟了禁咒级法术。要不是起步太晚，等级太低，百风绝对可以成为我的核心队友。这样的妖孽天才，绝不能被埋没。打游戏？百风怀疑自己幻听了。哥，是不是咱家又缺钱了？我兼职家教也赚了一些钱，下周就能发工资。我摇了摇头，我的意思是你不必把高考再放在心上了，全心跟我打游戏。百风眨了眨眼，一时间反应不过来。哥，我的成绩肯定可以上清华的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真正改变咱们家庭的命运。我面容严肃，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话，你不能跟其他任何人提起。百风见状也平静下来，哥哥从来都是值得信赖的依靠，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接下来，我将游戏即将降临的事情简略的说了一遍。我从来没有骗过你，这次也是一样。你先消化我给你的信息，等你做出决定后再来找我。我说完便回到了自己的电脑房。我相信以百风超群的智商和对自己的信赖，绝对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意识回到神土，我刚来到交易集市摆摊收装备就被认了出来。炎帝，他就是炎帝！有人张大了嘴巴，全球首杀 BOSS 的狠人，居然在这里摆摊收购白板装备。玩家们很快就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，玩家们七嘴八舌的，我脸黑成了锅底。你们到底卖不卖白板装备？之前我就见到炎帝不断的在收购白板装备，他这么强，或许与此有关。白板装备里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？有人带节奏起哄，这个猜测一出，玩家们对自己手里的白板装备的态度瞬间就谨慎起来。带头的兜帽男阴阳怪气道：炎帝大佬，你不老实说出这里面的秘密，我们可不敢轻易卖自己仅有1套的白板装备啊！我认出了兜帽男，正是毒公子身边的白狼公会高手。我立刻明白有白狼公会从中作梗，以后要买白板装备怕是很难了。清楚了这一点后，我直接转身离开。我要抓紧每分每秒变强，没心情在这里扯皮。要卖也不是不行，要是炎帝，你愿意10枚金币买一件白板装备，
我还是愿意的。兜茂南继续挑衅，脸上满是嘲讽之色，这既是激怒也是试探。如果我真愿意10枚金币买白板装备，证明里面确实是有大秘密的。你死定了！我冷漠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开。炎帝真会说笑，这可是交易集市，你敢对我出手吗？兜茂南疯狂作死，他的任务就是试探并激怒炎帝。如果炎帝将他杀死，到时候盲僧自然会出手击杀炎帝。如果炎帝被杀，等于间接给毒公子报仇了。有何不敢？我一刀斩出，火焰刀气席卷，瞬间将兜茂南斩成灰烬。炎帝也太冲动了，虽然很强，但不懂隐忍。成不了大气候，难道他还想和 NPC 一战吗？不少人惊艳于我这一刀，但也有很多人冷笑，觉得我要倒大霉了。我只是平静地走向交易集市外，玩家们全都跟在我身后看热闹。出口处，盲僧悠闲地坐在那里收门票，感知到我出来，只是微微抬了抬眼皮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想看我笑话的人都急了。我操，怎么回事？管理员，他刚在集市里杀了人，你快制裁他！白狼公会的人趁机带节奏。我们交了前途的就是交易集市的安全，如今这小子杀人你都不管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反正我以后是不敢来交易集市了。聒噪！盲僧皱了皱眉，竹杖一扫，可怕的风暴瞬间降临，带节奏的玩家全被雷霆精准击中，直接一击毙命，所有人都懵逼了。我内心冷笑一声，想在神土中算计我，再去玩个20年吧。我早就把盲僧好感度刷到了1星好感度下，我只是在集市里杀了一个先招惹自己的人，盲僧是绝不会对我动手的。盲僧喝了口茶水，淡淡道：“他不过是杀了该杀之人罢了，一个主动招惹强者，导致被杀的废物也配喊冤。”玩家们呆若木鸡，这 NPC 明显是在偏袒百川，惹不起，溜了。交易集市人群一哄而散，我对盲僧点头致谢后便离开了。刚找到一处僻静之地，打算融合装备，危险感知便令我警觉起来。我看向面前的草丛，出来吧。寸头男从树丛后走出，正是东方公会的冷风。不愧是炎帝，感知能力确实强大。作为首次单杀地狱 BOSS 的人才，上面已经认可了你的潜力。只要你加入东方公会，就可以获得100万年薪合同，外加京城2环一套100平精装房。冷风停顿了一下，并且我们可以联系国医院的国医，将你弟弟的断腿接续。我听到最后心中一动，100万年薪加京城1套房，足以彻底改变我家的经济状况。给弟弟接续断腿更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。不过最终我还是摇了摇头，以我如今的成长速度，赚钱很容易。至于弟弟的断腿，我也有自己的方法来接续。现在与东方公会加深接触，还远远不是最佳时机。冷风露出可惜的神色。好吧，可惜我不能说出我背后的势力是什么，否则你一定会同意的。我露出微妙的笑容。是吗？冷风胸有成竹的笑了笑。既然炎帝你不同意，那就先不谈签约的事情，我找你是另有要事商谈。我知道你一直在收购白板装备，但你首杀之后，随着白板装备中藏着秘密的消息传出，就没有人愿意再卖了。但你可以考虑从我们东方公会这里买，不知道你要收购多少？冷风很自信，他背后可是夏国官方，白板装备的储藏量高的吓人。我眼神一亮，很不错的提议。你们有多少我就需要多少。冷风一愣，显然被吓了一跳。好大的胃口，看来这白板装备里确实有秘密。我并未避讳，直接道：是有秘密，但只对我有用。冷风点了点头。果然如此，不过既然是来做生意的，我们不会探听你的秘密，但我们也不会做亏本生意。2枚金币1套白板装备，这就是我们的报价。2枚金币1套白板装备对我完全没什么意义。我摇头转身就要离开。2枚金币是一件绿色攻击装的价格，融合后攻击加10，如果换一套白板装备，相当于3件新手长刀，融合后攻击加15，融合的时间还要翻2-3倍，算下来甚至亏本，还不如直接用绿色装备融合了。等等，也不是不可以再讨论。冷风松口了。经过一番拉锯战，我最终以2枚金币3套新手装备的价格谈妥。一件绿色装2枚金币，攻击加10，换3套新手装相当于攻击加45，还是暴赚的。我微微一笑，便将我要卖的装备展示给冷风，居然这么多。冷风吓了一跳，猜到对方装备多，但还是比他想的多了一点点。这装备按市场价核算，大概价值600金币。明天我会带900套战士的新手装备在这里与你交易。我展示了一下4本技能书，还有这4本技能书卖你50金币，全换成新手弓箭吧。这再好不过了。冷风顿了一下，有些不好意思道：不知你得到的白银进阶模板，这个我还不打算卖。我一口回绝，对于白银模板，我有自己的谋划和布局。好吧。冷风叹了口气，进阶模板现在有价无市，整个神土手中有进阶模板的只有他和炎帝2人罢了，谁有模板谁就能提前一步进阶，意义太重大。更何况炎帝手中的还是极难得到的白银模板，如果炎帝愿意卖，东方公会甚至愿意千金收购。那我先回去复命了，告辞。冷风挥手告别，几个挪闪便消失。我心情大好，盘坐下来准备进一步融合装备。稀有装备和史诗装备自带属性加成或者词条，我不打算换成白板装备，所以就都留下了。这可是第一次融合史诗装备啊！我眼中露出期待之色，开始融合。我手中
中2件史诗装备，一件是护心甲，一件是弓箭。弓箭留给沈佑威熔主武器，由于每样装备最终神器只能融合1件，所以我无法再给沈佑威融合防御装备了。足足10分钟之后，史诗装备才融合完成。我点开金丝甲的详细信息：金丝甲白板，护甲加6550，物防加10，法防加10，反伤加181，特性轻便、蚕丝、护心，心脏要害物理攻击免疫30%，护甲回复，当护甲值不足20%时，恢复20%护甲，冷却时间1小时。果然史诗装备的词条可以完整继承，我很是激动。史诗护心甲的护心和护甲回复2个词条被完整继承了下来。要知道我现在整体护甲破万，仅护甲回复1个词条，就相当于我战斗时多了2000点护甲，令我的防御和续航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。继续融合，之前的白板装备一共3000件，融合了1000多件之后还剩不到2000件，我打算将今天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融合。日出日落，很快1天就过去。除了下线吃饭外，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融合装备，终于把防御装备都融合完了。我长吐出一口气，金丝甲、金丝裤全部进化。我点开装备详情，软猬甲白，护甲加11950，物防加13，法防加13，反伤加200，特性轻便、蚕丝、护心，护甲回复毒铠，铠甲附带毒属性，范围3米内的敌方单位都有几率中毒，一旦中毒，移速降低15%，每秒血量扣除50点。软猬裤白，护甲加10200，物防加2，法防加2，反伤加110，特性轻便、蚕丝、毒铠，所有特性都升级，防御护甲大幅提升。我嘴角掀起笑容，加班把剩下的攻击武器融合了。很快，我将仅剩的100件战士武器融入魔刀千刃，随后又帮沈佑威开始融合他的主武器。这一忙又来到了晚上10点多，终于都融合完毕了。我长吐一口气，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页面 ，ID 炎帝，职业战士，等级9，生命值400，护甲28470，攻击5735，破甲300，物抗23，法抗17，移速1，攻速2，法力40。这数值放在前世想都不敢想啊！我神清气爽，安全感十足。不过打隐藏 BOSS 必须要谨慎，等明天把东方公会的装备都融了再去挑战。我刚摘下头盔，就看到弟弟百风坐在对面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想好了，我相信哥你的选择，我已经下了订单，明天游戏头盔一到就开始玩。不愧是我老弟，考什么清华，打游戏才是未来。我拍了拍老弟的肩膀，收拾好餐盘之后便站起身来，回到卧室。我点开游戏的消息列表，有很多条加好友的申请，仔细一看都是各个公会的负责人。想了想，我将这些好友申请通过后便退了登录，倒头就睡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扫了眼消息列表，都是各种公会招揽我的信息，倒是都不小气。可惜这些我看不上，我的格局和野心不是这些公会能容得下的，否则我早就选择东方公会了。我刷着网页，地狱 BOSS 单人首杀的热度这会儿才完全展现出来，甚至冲上了头条热搜。不过这正是我布局中的一环，我需要名气，越火越好。新手村林荫广场，冷风开口说道：“你要的装备都在这里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如果想加入东方公会，一定要尽快联系我。如今讨伐完 BOSS， 我们也会去主城发展了。”我露出微妙的笑容，讨伐完 BOSS 就去主城，那也太小看神土的剧情安排了。虽然知道后面要发生的事情，但我并未提醒，只是收好装备后离开。900套战士装备外加上数百张弓箭，我不辞辛苦，用了1整天的时间将之全部融合，实力再度飞升。我点开属性面板，护甲即将达到5万，攻击力近万。我估摸了一下，如今攻击力肯定是超标了，但护甲和血量实在是不容乐观。新手村隐藏 BOSS 的副本正常要等到进阶为职业者，并且达到接近30级才有机会组团攻略，只有不到5万的血量护甲，还是有些不稳啊。我沉默了良久后，眼中的迷茫逐渐散去，目光彻底坚定起来。有些事必须做，神土的终极目的终究还是成神，一旦拖慢进阶速度，等星空战场开启时我不够强的话，沈佑威的悲剧必将再度重演。我无法接受再失去沈佑威，只有成为真神，才有希望以一己之力扭转星空战场。如果最后还是只能做信仰神或者位格神，改变人类命运，这句话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我紧握双拳，眼神燃烧着熊熊火焰。这一世，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一个自己在乎的人死去。我要守护沈佑威和弟弟，守护死胖子，守护夏国乃至地球文明。心念通达后，我也下定了决心，今晚就去攻略隐藏副本。想定之后，我给沈佑威发了组队消息。沈佑威很兴奋，这次刷哪个副本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微微一笑，还记得我说过要给你一个礼物吗？我将融合好的弓箭赠予了沈佑威。好漂亮的钩！沈佑威一见就爱不释手。虽然这把弓散发白光，应该只是个白板武器，但只要是百川送的，它就是若珍宝。当他打开属性面板后，他惊呼一声，小嘴都成了 O 型。这把皎月弓好强大啊！光是攻击力就加了5000多。沈佑威不敢置信，这等武器在当前阶段堪称绝世神兵，任谁也挡不住一剑啊！喜欢就好。我微微一笑，我前后一共凑了上千把弓箭，让沈佑威的弓箭也完成了2次进化，不比我的魔刀千刃差。这生死印你先拿着，我将生死印抛给沈佑威。你是远程弓箭手，有生死印召唤的死灵守护，弥补了近战短板，配合这把皎月弓，综合战力就相当可观了。沈佑威查看了生死印的功能之后，非常惊喜，好强的宝物！
居然可以一次性召唤上百只精英丧尸，加上皎月宫，我都怀疑自己能单刷 BOSS 副本了。我会心一笑，这正是我想让你做的。我接下来会去刷隐藏副本，你利用这个时间去刷 BOSS 副本，把3杀奖励拿到手。我说出了自己的计划，加上生死印，沈佑威去刷普通难度的鲁王宫肯定是易如反掌了。毕竟普通副本里鲁王才3万血价值，根本顶不住一件5000的伤害。但我要去的隐藏副本是进阶噩梦副本，对沈佑威来讲极其危险，我到时都会自顾不暇，哪里还有精力去照顾沈佑威？所以我制定了这个双开副本，拿最多奖励的战斗计划。沈佑威卷了卷耳边的青丝，鲁王不是让咱们进阶为职业者后再去挑战隐藏 BOSS 吗？现在去估计会很危险。放心吧，我有把握。我拍了拍沈佑威的小脑瓜，按计划分头行动。沈佑威敬了个礼，小脸满是认真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将沈佑威送进鲁王宫副本后，我眼神也严肃下来。我拿出传送符，毫不迟疑直接激发，身体被空间之力裹挟，瞬间回到鲁王宫的湖心岛上。但这一次湖心岛出现了另一条路，那条路通向一座上百米巨大的青铜门。我走到青铜门前，一刀斩出，刀气将虚掩的青铜门轰开，血水从门后汹涌冲出，仿如一条河般。地下湖瞬间被染成了红色，水鬼们狂欢的嘶吼声回荡在山腹中。我目光坚定，一步踏入青铜门。我踏进的瞬间，青铜门轰然关闭，放眼望去，面前是一条黄泉路，路两旁尽是粉种。而青铜门关闭的同时，这些粉种纷纷裂开，一道道可怖的身影从其中缓缓爬出。埋尸地古妖，精英，等级29，血量18600，护甲1900，攻击力200，物抗50，法抗30。来吧，我战意沸腾，冲杀向古妖们。古妖们发出阴冷的嘲笑声，似乎在嘲讽我只有区9级。一位古妖冷厉地伸出手来，妖火喷吐而出。若是正常的9级玩家沾染到这妖火，不出5秒就会被烧成灰烬。死！我走位微妙，极限距离避开妖火，配合叠刀技巧，1秒斩出3刀，打出了2万多点爆炸伤害。强势的古妖一个照面就被秒杀了。古妖们显然被吓得一愣，全部重视起这个看似弱小实则极端恐怖的人类。这些古妖一拥而上，我施展入危急步法杀入了古妖群，狂舞的古刃填满了我周身每一寸空间，但我总能在刀尖上起舞，完美避开所有攻击。这怎么可能？古妖们眼中鬼火炽烈，不敢置信，挡我折死。魔刀千刃时而化为剑伞，时而刁钻斩出，围杀上来的诸多古妖尽皆在我刀下浮尸，大量的经验珠涌向我，因无法被吸收，最终只能化为实体被收入背包中。我走在黄泉路上，脚踩古妖的尸骨一路前行。黄泉路尽头，高达3米的枯瘦僵尸踏步而来，他的身上绿色的尸毒冲天而起，身后3道漂浮的死灵环绕，散发出冰冻灵魂的寒霜气。埋尸地绿江，统领，等级29，血量15060，护甲16000，攻击力350，物抗80，法抗50。埋尸地死灵，精英，等级29，血量24000，护甲15000，攻击力250，物抗30，法抗60。我心中一动，绿江在夏国古代传说中已经算是罕见的僵尸种类了，除了阳光外几乎没有弱点，还有3只死灵相伴，看来得认真对待了。我眼神凝重起来，这头绿江带领3只死灵，战斗力绝对堪比鲁王。3只死灵齐齐冲来，对我喷吐冰霜和迷雾，视野降低，反应能力减弱，攻速被降低到1.5。我发动岩刀，火焰刀光瞬间照亮前方，视野恢复的瞬间，绿江如刀般的手掌迎面戳了过来，我来不及躲闪，当即挥刀阻挡，刀上传来的巨大力量将我震退10余步，果然力大无穷。我看了一下血量，我已经完全格挡了攻击，但仅仅是冲击伤害就让我掉了足100点甲，不好，沾染上尸毒了。我皱了皱眉，绿江的尸毒太重，只要接近10米内一定会被沾染，必须速战速决了。我目光凝重，长刀斩出，叠浪3刀配合叠刀，炸裂的输出倾泻在绿江头颅上，顿时将他的脑门砍出几道豁口。绿江的头顶接连冒出近万的巨额伤害数字，绿江惊怒交加，张口喷出一个咒符打在我胸口。他嘶吼一声，我身上的毒素和咒符一起被引爆，瞬间炸掉了我1000多点甲。该死的畜生！我眼神彻底冷了下来。你以为只有你会玩毒？我欺身而上，与绿江站在了一起。3只死灵不断喷吐冰霜和迷雾干扰我的战斗，绿江的攻击打在我身上只能造成冲击伤害，而我却可以精准找到刁钻角度，刀斩在其要害。软胃甲和软胃库的毒铠特性都被激发，让绿江也陷入了中毒状态，持续掉血配合我炸裂到极致的输出，将绿江的头盖骨都掀飞了。绿江尸体倒地，3道死灵一哄而散，很快就消失在了视野中。我并没有去追，因为此处已经是黄泉路的尽头，尽头之外是宽达数百米的血河，如今还没解锁飞行技能，我根本没办法追。正当我在思考如何过河时，嘶哑的苍老声音传来：年轻人，只有你一人过河吗？我目光转动，看到缓缓靠向河岸的一艘孤舟，披着蓑衣的老人撑着桨，笑容和蔼，眼神浑浊。不错，我点了点头，看来想要去对岸，只有坐这艘船才可以。撑船老人沙哑说道：想坐我的船去对岸，需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被困在这里许多年了，如果你能杀死血尸，需将他的完整头骨交给我，只有得到他的头骨，我才能离开这里。附加任务吗？我蹙眉猜测，很多副本都有附加要求，如果完成这些要求，就会给予更多的奖励。血尸的头颅很可能是他的弱点，如果想保留完整头颅，战斗中就不能攻击血尸的头颅，加大通关难度。可以，我点了点头，这个附加条件对我来说不难。那就上船吧。
摆渡老人咧嘴一笑，我出于谨慎探查了一下老人的信息，只看到了埋尸地摆渡人这个名字。我深深的看了眼摆渡老人，这老头不简单啊！虽然不知对方如何做到平地探查，但在隐藏副本里看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存在，留个心眼总是没错的。我手握刀柄，踏步走上孤舟，接着试探问道：“你为何会被困在这里？”老人神色一僵，随后叹了口气：“世人都知道，这世界存在真正的神明。1000年前，鲁王因为信奉地府阴天子，所以被赐下至宝生死印。生死印可以逆转生死，死灵生物一旦得到它实力，会暴涨。当年的死灵王者僵尸王恶奇，就是觊觎生死印的强者之一。他指挥死灵军团入侵鲁国。鲁王为了对抗死灵军团，与手下的9位心腹前往地宫激活生死印。但在激活生死印时，鲁王却被可耻的叛徒背叛。叛徒用僵尸王的血污染了生死印，被污染的生死印暴动，不断将活人转化为死灵，无数人因此死去。鲁国陷入失火，叛徒又散播谣言，说鲁王为了抵抗恶奇，故意发动失火，目的是吸取死气，用来增强生死印力量。我顿时恍然，怪不得鲁王交给我生死印时会说那句应行的路我已经行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守住了，从此以后自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存。原来是有冤在身。我点了点头，逐渐理清了思路。不过我又缓缓皱下眉头，总觉得有什么关键点没有注意到。后来呢？后来内忧外患之下，鲁王别无选择，为了苍生和大义，他决定与8位心腹一起用生命献祭，用精血洗刷了受污染的生死印。在死前，鲁王动用最后的力量，用生死印击杀了所有敌人，而那些来不及杀掉的敌人也都被封印在此。我沉默了。8位心腹应该就是 BOSS 官邸守护鲁王青铜关的带甲来将，不过这老头一定隐藏了什么。我皱了皱眉。鲁王献祭之前的故事都很详细，但鲁王献祭之后的故事却一笔带过。我头脑很冷静，直接问道：“故事讲完了，这和你被困有什么关系？”老人呵呵一笑：“我是鲁王的弟弟，自愿帮他镇守这被封印的世界。我的使命就是等待足够强大的冒险者降临，并帮助他们击杀被封印的死灵。完成使命后，我便可以走出这里。”倒是合情合理。我微微点头。老人的身份是最大的疑点，也是破局的关键，但其究竟是不是鲁王的弟弟，根本无从查证。我手握刀柄，不断的捋顺思路。到河中心了。老人脸色凝重，神情充满缅怀。这里是生死的交界处，我哥哥将生死印放在了这里，用来平衡阴阳。他看了一眼我，发现我不为所动，脸上忽然露出大义之色。冒险者想要击败血尸，生死印是不可或缺的力量。生死印就在湖底，只有你可以将其取出。为了苍生与大义，一切都拜托你了。我此时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还想笑。生死印鲁王已经交给了我，作为唯一宝物，神土不会有第2个生死印。这老人分明是在撒谎骗我吓唬，想要看破谎言。关键压根不在于去找这老者的逻辑漏洞，而是要完美通关鲁王宫副本。怪不得前世几乎没人能打通隐藏副本。老人脸色急切：“冒险者，难道你觉得你有足够的实力，不靠生死印就能击败那可怕的千年血尸吗？”见我依然没有反应，老人叹了口气：“傲慢的冒险者，在这里你只有2个选择，一是下湖去取生死印，2是到彼岸独自面对千年血尸。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我会把你送到彼岸。”不，我还有第3个选择。我瞬间抽出魔刀，千刃直指老人，那就是杀了你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老人大惊失色，惶恐又无助。但当我的攻击临身之时，他眼中瞬间涌出极致的恶毒。看来你是邪魔的同伙，那就化为血水，融在这血河中吧。他手中船桨一挥，与我的长刀对撞在一起，可怕的力量爆炸开来，冲击波在船周围炸起1人高的血色水浪。事到如今还在装模作样，你根本不是鲁王的弟弟，你就是那9位心腹中用僵尸血污染生死印的叛徒。你怎么猜出我身份的？
老人大惊失色，就算被攻击他都不怕，他怕的是被猜出身份。一旦被猜到，他用来屏蔽探查的障眼法就被破了。此人不必知道这么多。我冷漠挥刀，我眼中老人的信息面板也发生巨变。鲁国第6帅吴丑，统领，等级29，血量180600，护甲15000，攻击力400，物抗90，法抗80，特殊物品碧水斗篷，特殊物品。我眼中闪过激动之色，攻击越加强势。怎么可能这么强？吴丑被吓得面色苍白，才刚交手他就掉了近10万护甲，他的船桨都出现了裂纹，这攻击力简直超越理解。逃！他萌生了这个念头，一下子跳船蹦进水里。呵呵，你的攻击力确实逆天，但血量总不可能也这么逆天吧？我追了下去，刚入湖的瞬间，护甲扣除1000的提示便不断从我脑袋上蹦出。怪不得你这老东西一直骗我下水。我眼中闪过盛怒，追在吴丑身后就是一顿输出。我如今有4万多的护甲，算上护甲回复特性有5万多护甲，这血量已经足够逆天了，但依旧撑不到1分钟。若是正常的29级玩家，3-5秒就得一命呜呼。我拼尽一切输出，1分钟内杀不了这吴丑，唯一一次攻略隐藏关卡的机会就消失了，神赐模板也会与我失之交臂，这是我绝不能接受的损失。